开我！三位，请先放开这位姑娘，有什么事慢慢再说。我们根本没打算伤害她。珠儿，你没事吧？死怪物！婆婆，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，龙王狮王还不下跪？三位到底是什么人？如果是明教的弟子，谢逊应当认识；否则的话，圣火令就跟你们毫不相干。我问你，明教源于何土？源于波斯。你听着，我就是波斯明教总坛流云使，其他2位就是妙风使和辉月使。我等3人奉教主之命，特从波斯前来中土。暂时不要表露身份。三位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和圣火令有什么关系？当年圣火令和明教一起传入中原，自始圣火令就成为中土明教教主的令符。谁知道几十年前，你们的石教主无能，居然让丐帮的人给偷走了圣火令，再辗转落入波斯商人手里，带回波斯，最后物归原主。今天圣火令在我们手里，以后波斯、中原明教何教上下齐奉号令，不得有误。中土明教虽然源于波斯，但是数百年来独立成派，本来就互不同属。废话少说，圣火令在此，狮王谢逊听命，立刻交出乾坤大挪移秘籍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必狡辩了。我们接到消息，你们前任教主杨顶天曾经立下遗书，要你暂代教主一职。既然你当了教主，乾坤大挪移一定在你那里。乾坤大挪移是我教的宝物，不要说我没有，就算有也不会交给你。秘籍不在你那儿。我谢逊长居冰火岛，辗转来到这里，20几年来未曾踏足过光明顶，更加没有见过杨教主的遗书。这也难怪你们，离开中原这么远，消息又那么不灵通，居然还想干涉中原教务。哼，大叛徒居然还敢说话！我金花婆婆一向不惯受人吆喝，就算当年杨教主在世，也对我礼让3分。今天你们居然在此大呼小叫！是金花婆婆还是戴启思啊？你的乔装功夫还真厉害，我们要不是事先查得一清二楚，也想不到你就是紫山龙王戴以思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江湖上无人不知我就是金花婆婆。哼！原来婆婆这么年轻啊，还是个美人呢。哼，戴启思，现在还敢不承认吗？哼！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早就已经破门出教，明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哼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当明教是什么地方？由着你进进出出。本教教规，入教之后终身不能叛教。你不只是犯了叛教之罪，还滥杀同门胡青牛，简直罪无可恕。就凭你们3个想治我叛教之罪，哼！谢逊听命，给我取他人头下来。明教4大护法，情同手足。虽然我杀人不眨眼，但是永远不会伤害我的朋友。你不肯杀他，就是叛教。明教教规第1条，就是不杀同教兄弟。谢某要是杀害明教的人，才是叛徒。明教教义在于要人去恶行善，我谢某宁愿人头落地，也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。你竟敢藐视圣火令！我双目失明20几年，就算你把圣火令放在我面前，我也看不到。还说什么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？我今天就杀了你们这2个叛徒！义父，你歇会儿，让我来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义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回去再说吧。好。痛不痛啊？没想到连我们张大教主也差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看来这3个波斯圣使的武功好像很厉害似的。他们波斯的武功真是非常怪异，跟我们中原的武学完全不同。我一时之间真的想不出他们的破绽在哪儿。以功力来说，他们跟你有一段距离，只不过他们的招式怪异，的确是很难应付。哎呀，这个破铜烂铁，连屠龙刀也砍不烂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要不是亲眼看见，不会相信世界上有这么神奇的兵器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他们几个会不会回来找我们会切啊？他们几个千里迢迢从波斯来到中土，一定是有备而来。对，那3个波斯圣使来到灵蛇岛，我看他们的人一定会在附近。哎，逃命吧！我们赶快走吧，别惹他们了。能走到哪儿去？就一个木筏，一个大浪卷过来，已经没命了。那怎么办，婆婆？哎，婆婆，哎，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，哎，还是叫婆婆吧？怎么办呢？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那到底怎么办？无忌，跟我进来。是，义父。义父，你叫无忌孩儿进来，有什么吩咐呢？你立刻收拾行装，离开灵蛇岛。义父，那帮波斯圣使是冲着我和韩夫人而来。你是明教教主身份没被揭穿，没必要再留在这里。要走的话，大家一起走。我叫你走就走。无忌，以目前的形势，我们那么多人不可能全身而退。那3个波斯圣使，就由我和韩夫人留在这里解决吧。不要留下来帮忙。我叫你走就走。无忌，你身为明教教主，有很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。何况成大事的人，不能这么婆婆妈妈的。你马上回中原。义父，从小你就教我，做人千万不能贪生怕死。刚才韩夫人有难，你都出手相救，更何况我们有父子的关系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你不走，我一定不走。义父当然明白你的心意，可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一定要权衡轻重。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顾及那几位姑娘的安危呀。好，那我去叫他们4个先走。你以为你不肯走，他们4个就会离开吗？义父的眼睛虽然瞎了，可是心没有瞎。那几位姑娘对你不是有情就是有意，所以你更加要为她们着想。好了好了，终于可以走了啊！谢前辈果然是英明过人，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大敌当前，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，留下2位前辈在此孤立无援啊！你别多管闲事了，谢前辈这么决定，自然做好打算了。周姑娘啊，谢前辈身经百战，心里自有部署。我们留下来可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反而会拖累2位前辈。我们还是听无忌哥哥的话，连你也这么贪生怕死。你们武林中人不是最讲究什么江湖义气吗？亏你还是什么名门正派峨眉弟子，那你留下来又可以帮上什么忙？好了，大家不要再争论下去了。我已经答应了义父要送你们回中土。赵姑娘，麻烦你进去收拾一下，我们很快就要启程。好，本来就不关我的事，我再说下去也是枉做小人。我去收拾包袱了。公子，我想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摘些果子给大家去。婆婆，一定要跟张无忌回去，不可以再回来。你跟我们一块走吧。我已经躲了那么多年了，他们还是找到了。就算我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们会放过我吗？事情总有解决的一天，今日一战，在所难免。
我留下来陪你。不行，你要保住性命就得立刻走。我怎么可以扔下你一个人去面对他们啊？小昭，婆婆，你心里头有我的话，立刻走。说的不错，我不会狠心扔下义父，但是我更不会让你们以身犯险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走。张无忌，你快解开我的穴道，你别仗着武功高强就可以任意欺负人啊！喂，无忌哥哥，小昭，公子不走，小昭也不走，我一定要跟着公子。你跟了我那么久，我一直没有求过你什么，是不是？今天就当我第一次求你，你帮我送他们回中原。好好的照顾周姑娘和赵姑娘。公子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才能够放心回去和义父、韩夫人他们并肩作战。小昭，不要答应他。不管怎么样，要走一块走，要留一块留。小昭，阿牛哥，你不和我们一块走啊？这里很危险的。珠儿，赵姑娘和周姑娘就交给你和小昭了。你们回到中原再替他们解穴。阿牛哥啊，放心吧，只要我和义父可以安全离开灵蛇岛，我们回到中原就会找你们的。张无忌，你好自私啊！刚才你还答应过我们会送我们回中原，怎么可以扔下我们不管呢？你不用再啰啰嗦嗦了，你没听阿牛哥说他是为我们好吗？珠儿，你记得回到中原再替他们解穴。张无忌，你不是东西，你是个王八蛋！张无忌，我不走！喂，你不能扔下我！我不走啊！我要和你在一起！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你王八蛋！保重啊，小心啊！张无忌，你是王八蛋！珠儿，快替我解穴！你个乌鸦，闭上你的嘴啊！你的话还这么多，回到中原我不替你解穴啊！小昭，小昭，珠儿，一切拜托你了。啊！喂，珠儿，现在连小昭都赶回去帮他们，你快点送我回去！是啊，珠儿，你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回去帮无忌哥哥。我可没你们这么傻，凭我们这点本事回去干什么？白白送死啊！今天的事我早就已经料到，只不过没有想到会连累到三哥。你不要忘了，他们这趟来的另一目的，是想从我身上取得乾坤大挪移。我早就不能置身事外，更何况义妹有难，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？三哥，你对我还是那么好，可惜我……义父，你居然不听义父的话！义父，无忌决定留下，和你共度难关。至于周姑娘他们，我已经安排他们回中原了。好啊，你长大了，什么都可以自作主张了，不用听义父的话了。义父，无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心里真的没有你，我就不会誓死留在你的身边。义父，我知道你不要我留下，以身犯险，所以才以几位姑娘的安全做借口要我离开。义父一直那么疼无忌，无忌怎么可以弃义父于不顾？我们千辛万苦才能够重逢。义父，你是我世上最亲的人。
无忌，有子如此，三哥已经无憾。好，无忌，就让咱们父子俩联手，跟波斯总教的人决一死战。好，小昭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？是我自己要回来的。公子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干嘛这么傻？小昭从小就没有爹娘，只有你，你对我好，求你不要赶我走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好吧。本教圣火令失踪几十年，现在突然间说是在波斯圣使手里，究竟这个圣火令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我入教的时候，圣火令早已遗失，所以不曾亲眼见过。可是他的神异之处早有所闻。刚才交手的时候，连屠龙刀也不能够把这个圣火令砍断。看来这个圣火令应该是真的。波斯明教和我中原明教素无来往，现在他们的圣使突然间带着圣火令出现，似乎想吞并我们中原明教。要是他们得到乾坤大挪移的话，就更加如虎添翼了。其实早在20年前，波斯明教就已经对乾坤大挪移虎视眈眈了。韩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因为我本身是波斯明教的人，我的本名叫戴启思。韩夫人是波斯人，我娘是波斯人，而我爹是中土人士。那为什么韩夫人会来到中原，还当了我们的护教法王呢？唉，这件事要回到20年前。当时，我教在杨教主统领之下，上下一心，也曾经兴旺一时。有一天，来了几个波斯胡人，他们带同戴启思来到光明